老师发现班里有个小女孩的头发一天比一天少，她上课时总是全神贯注，回答问题也非常积极。每天放学后，她都会和科恩老师告别。老师问她的头发为什么会越来越少，女孩乐观地解释说 It's just short because of the medicine. Bye. 说完，女孩就跑向了校车，留下科恩在原地愣了很久。女孩的母亲注意到了科恩的异常，她走过来本想解释，但科恩已经从女孩的话中猜到了答案。他理解这位母亲一开始不想说出实情，是不想让女儿被其他同学区别对待。And I'd be grateful if he kept her secret a little longer. I just don't want her to be singled out. Yeah. Is she gonna be okay? 科恩强忍着泪水，微笑着和女孩挥手告别。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科恩对女孩更加关爱，尽管无法改变她的命运，但他的关心和支持无疑是对女孩和她家庭的一份慰藉。小女孩非常乖巧可爱，总是面带笑容。她告诉科恩，自己唯一的烦恼就是常常看到母亲躲在房间里偷偷哭泣。女孩的懂事和成熟让科恩十分同情，但有些痛苦和困扰是作为老师也无法完全解决的。他所能提供的只有倾听、理解和支持，以及在可能的范围内给予女孩更多的快乐和安慰。突然有一天，小女孩不能来上学了。面对这残酷的现实，科恩决定号召全班同学一起为小女孩制作礼物，表达他们的关心和支持。可几个礼拜后，他们最害怕的消息还是传来了。在小女孩的葬礼上，所有人都进入教堂，唯独科恩老师选择独自在外面守候，因为他知道情绪的波动会使他的怪叫更加严重。他不想在这样庄严静谧的场合中发出声音，更不想打扰到别人的悲伤。小女孩的妈妈恳求科恩能进去送女儿最后一程，科恩想要拒绝，但妈妈坚持说 You were her favorite teacher. Please don't leave without saying goodbye to her. 记得以后你要快乐，这世界没那么多因果。于是这位妈妈挽着科恩走进了教堂，科恩一边流着泪，一边控制不住地发出怪叫。在这种场合，没有一个人会嫌弃他，大家都知道有这样一位好老师，他用自己生命中最灿烂的阳光去温暖了小女孩最后的人生。所以当我们照耀别人的时候，那一处的光也能为周围的人送去能量。对于我们自己来说，当然也能感受到光反射回来的温暖。电影《叫我第一名》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而成，影片主人公科恩的原型人物叫布拉德·科恩，他自幼便被妥瑞氏综合症所困扰，在学校他常常成为同学们嘲笑的对象，老师也对他冷眼相待。而作为父亲，不但未能理解儿子的苦楚，还认为他的行为是故意捣乱。It would be nice one day without you acting up. 甚至在一次情绪失控中，命令他停止那些无法控制的行为。Stop it! Just stop it! 科恩的父亲无法接受儿子的病情，最终与他的母亲分道扬镳。每次父亲即将离开时，都让科恩心中涌起无尽的渴望。他多么希望能像弟弟一样投入父亲的怀抱，享受那一丝温暖。尽管这份父爱是勉强得来的，但对科恩而言，这已是莫大的慰藉。父亲离开后，家中只剩下科恩和他的母亲以及弟弟相依为命。母亲始终没有放弃对他的关爱和支持，她带着科恩四处求医，但由于医生的专业知识不足，竟把科恩的病症归咎于父母离婚的影响。母亲不愿接受这样的结论，于是决定亲自到图书馆寻找答案。经过无数个日夜的钻研和探索，终于在厚厚的医学文献中找到了与儿子症状相匹配的疾病。母亲立刻让科恩阅读书上的资料，科恩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患有妥瑞氏症。母亲随即去找医生确认，医生虽然承认了自己的误诊，但也带来了一个令人绝望的消息，目前妥瑞氏症仍然没有治疗方法。听到这个消息，母亲感到极度崩溃，她多么希望儿子能够过上正常的生活。在这个艰难的时刻，科恩迅速上前安慰母亲。It's okay, Mom. We'll get through this, all right? 看到儿子如此懂事，母亲心痛地将他紧紧抱在怀里。尽管知道目前没有治疗妥瑞氏症的方法，但母亲从未放弃寻找可能的解决方案。在寻求治愈的旅途中，母亲带着科恩踏入了妥瑞氏症患者的互助中心，希望在同病相怜的人群中寻找一丝慰藉。那里的患者们表现出各种各样的症状，有的人会抽搐，有的人会缩脖子，还有的人会不自主的后仰。母亲原本希望科恩能从他们那里学到一些东西，却发现这些患者聚集在一起并没有互相帮助，而是在抱怨命运的不公。他们因为不被公共场合接受而充满了怨气，没有人尝试去改变现状。科恩内心并不想走他们的老路。母亲目睹这一切后，心中涌起一股冲动，她立刻带着科恩离开了那个充满负能量的地方，并向科恩道歉。 I'm really so sorry that I brought you there, honey. Let's just forget this. I don't want to forget this, Mom. These people let Tourette's win.
I'm never gonna do that. 年仅12岁的他就已经懂得了不抱怨、不向命运低头的重要性。即使运气不佳，他也要与厄运抗争。但妥瑞氏症的阴影却使科恩十分讨厌读书，因为别人1节课就能学会的东西，他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来集中注意力学习。尽管他竭尽全力控制自己的症状，偶尔还是会发出不寻常的声音，这导致同学们嘲笑他，老师也严厉地批评他，甚至将他叫上讲台大声斥责。I know you think you're the class clown, but I've had it with you. 而科恩只能无助地解释自己无法控制这些行为，但是缺乏理解的老师却坚持认为他是故意捣乱，并强迫他向全班同学道歉。科恩已经习惯了这种道歉，也习惯了面对那些面目可憎的老师，每次他都必须沉默，不再发出怪声，才能被允许回到座位上继续上课。然而，即使他刚回到座位，还是无法控制地发出了声音。老师没有给予他解释的机会，而是命令他滚出教室。就在这时，校长无奈地出现在他面前，男孩心中涌起一阵恐慌，以为即将面临的是责备与惩罚，但出乎意料的是，校长竟邀请他参加即将举行的音乐会。在那个充满旋律的夜晚，尽管男孩竭尽所能，他的身体仍旧不由自主地抽搐，他的嘴巴仍旧发出阵阵怪叫。同学和老师向他投来异样的目光，然而在众目睽睽之下，校长却点名让男孩上台。这一刻，他成了全场的焦点。校长拿起麦克风，温和地询问男孩为何会发出那些不寻常的声音。男孩解释说自己患有妥瑞氏症，这是一种他无法控制也无法治愈的疾病，但当人们不用异样的眼光看他时，他的状况会有所改善。这番话让台下所有听众陷入了沉思。校长继续询问男孩，我们能为你做些什么？ I just want to be treated like everybody else. Drop. 当男孩回到自己的座位，那紧张的情绪再次发出了怪叫，但这一次没有人嘲笑他，反而观众席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这是他第一次感受到被平等对待。校长简单而有力的几句话，不仅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也治愈了他的心灵。这就是教育的力量所在。也正是从这天起，男孩开始梦想成为一名教师，他想把校长给予他的一缕阳光继续传递下去。那些艰难险阻横亘在前，恰似顽石妄图阻挡水流。那前方的道路荆棘密布，可坚韧的步伐依旧砥砺前行。经过10多年的努力学习，科恩终于以出色的成绩获得了从业资格证书。然而，作为一个经常会发出怪声的教师，却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成年人的成见往往比孩子们更难改变。尽管科恩在大学中成绩优异，但每当他发出怪声时，面试官的表情就会立刻变得僵硬，然后急匆匆地结束面试。尽管如此，科恩的脸上总是挂着阳光般的笑容。这些困难并没有削弱他成为一名教师的热情。在接下来的面试中，无论他提出的教育理念多么新颖，总是礼貌地遭到拒绝。有的校长毫不避讳地质问他，带着这样的病症，为何还要追求教师职业，甚至要求他在教学时必须忍住不发出任何声音。面对这种羞辱性的质疑，科恩偶尔会愤怒地回应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the interview. But don't you want the job? Yes, actually. I want it really bad. But I would never, ever work for a man that doesn't care about his students. So I'll take my portfolio and take no more of your time. You got a great boss. 回到车里的他终于无法再控制自己的情绪，试图用疼痛来转移对怪叫的自我厌恶。然而越是痛恨自己在面试中的失态，他的怪叫就越是难以控制。有时现实确实很残酷，尽管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结果却常常令人心碎。好在科恩有一个给予支持他的母亲。面对科恩的自我怀疑和沮丧，母亲采取了一种反向激励的策略。 Why don't you just throw in the towel and come home? Huh? I'll buy you a ticket. 这样的刺激反而激发了科恩的斗志。他坚定地表示 I am not letting Tourette's win. Really? Yes, really. Look, I'm never gonna give up. I have to find the right school. You will, Bobo. You will. 正是这种尖锐却充满爱意的对话，让科恩重新找回了前进的勇气。在总结了失败的经验后，科恩意识到自己的困境并非完全是因为妥瑞氏症，而是他还没有找到愿意接纳他的学校。于是他拿出地图，将所有未曾面试过的学校都标记出来，并将他的详细资料逐一发送给这些学校。可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学期的开始日益临近，科恩依然没有收到任何学校的回复。就在科恩焦急等待被邀约时，他的继母找到了他。继母受父亲之托来劝说科恩考虑放弃教师职业，转而从事父亲的建筑工作，以便将来能够接替父亲成为包工头。这是父亲为科恩准备的最后退路。继母继续对科恩说：“你爸爸其实很爱你，他只是不想看到你受伤。” The only thing that hurts is the fact that he has never accepted who I am. See, he's got this idea of a perfect son who is normal and does normal things. Well, I'm never gonna be normal. Well, maybe that's not his idea, Brad. Maybe that's yours. And you're right. You are not normal. You have a gift to teach.
And it's not in spite of your Tourette's. It's because of it. 这些话让科恩感到很意外，他没想到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继母会用这么深刻的方式激励他。这些话语让科恩与妥瑞氏症达成了和解。他意识到父亲一直在以另一种方式保护他，父亲一直认为是自己的遗传导致了科恩的病症，并因此感到内疚，无法直面科恩。科恩深刻理解了父亲的苦心，于是找到了在工地上工作的父亲。父亲关切地询问了他找工作的进展，并小心翼翼地问他是否需要经济上的帮助。父亲提出，如果科恩需要钱，可以来工地工作，但科恩却坚定地表示自己想要成为一名教师。他告诉父亲，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追求自己的梦想。父亲担心他屡次失败后会遭受更大的打击，因此试图劝说科恩考虑其他更稳定的工作，可父亲却低估了科恩的乐观精神。I'm gonna teach Dad. Drop. Okay? I can't let anything get in the way of that. 科恩之所以来到父亲所在的城市寻找工作，就是为了向父亲证明自己的能力。毕竟每个孩子都希望得到父亲的认可。然而，随着教师招聘季即将结束，科恩依然没有收到任何面试的通知。在一次家庭聚会中，父亲小心翼翼地询问科恩工作是否顺利，但科恩却指责父亲从未真正接受过自己，认为父亲一直觉得自己的儿子会给他丢脸。父亲说：“我最讨厌跟你一起去餐厅吃饭，是因为看不惯大家都用异样的眼神盯着你。有时候我真的很无助，我这辈子都在帮助别人修东西，却唯独修复不了你的怪病。” It doesn't need fixing. Nobody can fix it. I know. 父亲很愧疚，自己给了儿子一个不完美的身体，这种愧疚感让他选择了逃避。 I'm proud of you regardless. 在新学期即将开始的前几天，科恩终于收到了一份来自名为山景小学的面试邀请。两位校长热情地接待了科恩。校长好奇地询问，为什么这位与众不同的科恩如此渴望成为一名教师？科恩真诚地回答说，曾经有一位校长为他指明了方向，驱散了他心中的迷雾，因此他也想成为一个能够启发他人的教育者，用阳光般的温暖去影响更多的孩子。科恩详细阐述了自己坚持到底的教育理念，并坦诚地谈到了自己的妥瑞氏症。他的回答流畅，逻辑清晰，经过深思熟虑。两位校长最终只与科恩签订了1年合同，这意味着他需要在接下来的1年里，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消除所有人的疑虑，以此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和能力。由于今年2年级学生数量激增，学校不得不增设了一个新班级，而这个班级的学生都是从其他班级调整过来的。但对科恩来说，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终于得到了这样一个宝贵的机会。当他看到属于自己的教室时，激动得几乎说不出话来。长久以来的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所有曾经的努力和汗水，在这一刻都转化为了成功的光芒。其他老师也纷纷伸出援手，帮助他布置教室，准备迎接新学期的开始。当母亲得知这个消息后，激动地流下了眼泪。母亲再三叮嘱科恩，如果学校里有合适的女老师，一定要抓住机会。无论如何，母亲最大的期望就是儿子能够快乐。开学第1天，科恩老师将教室布置得温馨而富有生机，仿佛一个小花园，甚至养了一只可爱的小兔子来增添生气。他戴上船长帽子，热情地迎接孩子们的到来。即使面对一个调皮男孩的无理称呼，科恩也没有生气，反而大方地在黑板上写下了自己的妥瑞氏症，并鼓励孩子们有任何问题都可以举手提问。学生好奇地问这种病会不会传染，科恩解释说不会，因为这是天生的。学生询问科恩是否可以去看电影，科恩幽默地回答说当然可以，但大多数时候都会被赶出来。这时一个小女孩询问他是否觉得痛，科恩诚实地回答说偶尔脖子抽筋时会有一点痛，但只要发出声音就没事了。小女孩对科恩充满同情，问他这个病是否会好起来。科恩遗憾地表示目前这种病没有药物可以根治，但他已经学会了接纳它，不让病情主宰自己的人生。学生们继续提出许多问题，科恩都耐心地一一作答。I can do anything that anybody else can do, except there is one thing that Mr. Cohen can never do. What is it? No, I just can't. Yeah, tell us. Tell us. Yeah, tell us. Mr. Cohen can never play hide and go seek. 放学后，孩子们与科恩的互动充满了温暖和亲切。仅仅1天时间，科恩就以风趣幽默的风格赢得了孩子们的喜爱。同学们纷纷与科恩拥抱告别，可想而知他们对这位新老师有多喜爱。尽管科恩在孩子们心中建立了良好的形象，但那些家长的成见仍然像一座难以逾越的大山。有些家长在背后议论纷纷，甚至第2天就有家长坚决要求为女儿转班。尽管孩子非常希望留在科恩的班级，家长最终还是拉着不情愿的女孩去了其他班。科恩的课堂越来越充满趣味，但那个被迫转班的小女孩
只能站在门口，带着渴望的眼神在门口发呆。科恩心中虽然无奈，但也理解家长的决定，只能温柔地将女孩送回她的新班级。而科恩的班级里不仅有那位小女孩让他牵挂，还有一位患有多动症的小男孩。这个孩子常常无法集中注意力，经常在课堂上乱跑，甚至欺负其他同学。面对这种情况，他以前的老师建议让这个孩子退学，但科恩小时候也听过太多这样的话。他不打算重蹈覆辙，反而选择耐心地单独辅导这个孩子。他告诉男孩自己其实也讨厌读书，这让男孩感到非常疑惑，老师怎么可能讨厌读书呢？为了让孩子理解他的过去，科恩和男孩玩了一个游戏，他让男孩扮演妥瑞氏症患者，在别的孩子认真读书时，他根本无法集中注意力。通过这个游戏，男孩终于意识到，对于妥瑞氏症患者来说，想要读书是多么困难。那么问题来了，既然读书这么难，为什么还要读书呢？这时科恩告诉他，因为世界上所有的知识都藏在书本里，只要他愿意多费些心力，同样能学到这些知识。在科恩的言传身教和陪伴下，这个小男孩终于开始安心的读书了。科恩不仅拯救了这个孩子，也拯救了曾经的自己。在教学这方面，他向校长兑现了自己的承诺。他利用坚持和创新去帮助每一个需要帮助的学生。在全身心投入教学的同时，科恩也开启了自己人生的新篇章。他努力克服内心的自卑感，通过网恋遇到了一个美丽而善解人意的女孩。这个女孩并没有因为科恩的怪叫而排斥他，反而觉得他很有趣，这使两人的关系迅速升温。他们从日常生活的琐事聊到各自的兴趣爱好，科恩的幽默总能逗得女孩开怀大笑，而女孩也总是乐于沉浸在这些欢乐的时刻中。可当夜幕降临时，科恩心中却充满了不安，他不敢对两人的未来抱有太多期待，他害怕有一天女孩会无法忍受自己的怪叫。这种担忧是科恩内心深处的恐惧，也是他需要继续努力克服的挑战。但母亲总会耐心地开导并鼓励他，只要勇敢地向前迈出步伐，总会找到那个与自己心灵相契的伴侣。或许是母亲的话让科恩幡然醒悟，他决定先把爱情暂时搁置一边，去完成自己的考研计划。对于一般人来说，考研已经是一项艰难的挑战，而对于科恩这样患有妥瑞氏症的人来说，更是难上加难。再加上他的怪叫和抽搐可能会影响其他考生，于是他请求监考负责人给他一个单独的考场。如果没有单独考场，他宁愿放弃这次机会，也不愿意打扰到其他考生。但对方却表示没有这样的安排。在一次次的无奈下，科恩只好打电话向父亲寻求帮助。父亲迅速赶到，并用一句话就解决了单独考场的问题。What did you say to them? Magic word. Lawsuit. 即便有了单独的考场，科恩在考试中依然面临巨大挑战。他需要先努力控制自己的抽搐，然后才能集中精力看题和答题。但尽管他竭尽全力，最终还是没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所有试题。时间飞逝，科恩的第一个学期即将结束。然而，就在一个看似平常的教学日，一位旁听者出现在了教室的窗户旁。他们是来进行课堂记录的评估员。科恩是否能够继续他的教学生涯，全由评估员记录的内容来决定。然而，就在这关键时刻，科恩的父亲意外地带着施工队来到了学校。他记得科恩曾提出学校里的柜子不够用，所以特意过来提供帮助。父亲不仅以实际行动支持科恩的工作，还通过资助学校表达了对他事业的认可和鼓励。Oh, and I got you something for your collection. Put it on, Mr. Cohen. A hard hat for an extremely hard head. Hey class, that's my dad. Bye. 这一刻，科恩深刻地感受到了父亲对他的认可，同时也为能有这样一位支持自己的父亲而感到自豪。当你一开始努力的时候，可能会遇到重重困难，但当你经历完风雨时，你会发现照在身上的彩虹是多么耀眼。几天后，校长在全体教职工面前宣布了一个惊人的消息：科恩老师被评为了乔治亚州的年度最佳教师。这个消息让孩子们兴奋不已，他们真心为老师感到高兴。在颁奖典礼的当晚，科恩的女友细心地帮他整理仪表，并安慰他不要紧张。可当科恩上台发表获奖感言时，他还是忍不住发出了怪叫。这一次，没有人嘲笑他，甚至一直对科恩持怀疑态度的父亲也在台下微笑着给予他鼓励。尽管面临挑战和困难，但坚持和努力可以赢得尊重和成功。科恩的经历鼓励着每个人，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不应放弃追求自己的梦想和目标。他不仅在颁奖典礼上表达了对每一个人的感激之情，还特别感谢伴随他一生的妥瑞氏症。当他开始谈论自己从妥瑞氏症中学到的东西时，台下的孩子们纷纷举手，争先恐后的回答。颁奖会瞬间变成了科恩的课堂。有的孩子说科恩学会了战胜困难，有的孩子说科恩学会了勇敢面对，还有孩子说科恩学会了坚持到底。这些励志的词汇从孩子们的口中说出，仿佛是科恩那永不放弃的精神在他们身上得到了传承。Taught me the most valuable lesson that anyone could ever learn. And that is to never let anything stop you from chasing your dream. From working or playing, falling in love.
这句话是科恩向大家传递的教育理念，也是他对孩子们的鼓励。科恩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不应放弃追求自己的梦想。后来的科恩不仅完成了自己的硕士学位，还被斯坦福大学教育专业录取，并与女友携手步入了婚姻的殿堂。梦想似璀璨星辰，纵有妥瑞氏症的阴霾遮蔽，也未曾放弃追逐教育梦想的那片熠熠星空。家人的包容，朋友的鼓励，同事的理解，这些爱的点点滴滴，如同丝丝缕缕的微风，轻拂过男主的生命之途，又如温暖的炉火，驱散生活的寒意，让他得以在这爱的环绕中轻盈起舞，诠释着爱的力量能为人生的旅程添上最绚丽的色彩，编织出一幅满是温情与希望的锦绣图卷。那些异样目光与嘲讽，如同荆棘刺痛身心，可他却将之化为独特的节奏，踩着挫折的鼓点，舞出别样精彩。那些艰难险阻横亘在前，恰似顽石妄图阻挡水流，可坚持的细流依旧潺潺不息，汇聚成磅礴江河，推动命运之舟前行。那前方的道路荆棘密布，可坚韧的步伐依旧砥砺前行。只有与真实的自己相拥，方能在生命的舞台上展现出最动人的姿态，就像一朵自在盛开的花朵，散发着属于自己的芬芳。